朋友们好，我在1个多月前呢买了一颗飘香藤，当时呢这个飘香藤是起在那个花架子上，状态呢不算太好，但是因为我很想尝试养这种花呢，我还是买了。当时呢它有几个花苞，看上去呢还是很有活力的，那买回来以后呢，我呢对这个花呢也是第一次养护，所以呢上网呢查了一些资料。了解到呢，它喜欢很多太阳，也喜欢花肥。那之后呢，我就照着这个方法去养，结果呢，我就发现了呢，它其实是非常好养，很漂亮也好养。在这个夏天这个季节呢，它不怕热，喜欢晒太阳，喜欢多浇水。另外呢，需要给它多施一些花肥。它的花呢。有很多种花色，除了大家看到的我的这颗白色以外，红色呢非常普遍，另外还有粉红和黄色的。粉红呢又有2种，一种呢是淡淡的粉红，一种呢是带一点肉红色的，看上去就更加迷人了。那像飘香藤这样的植物呢，是非常适合呢在这个夏季和初秋季节去养护的。那给它施肥呢非常重要。它如果没有花肥，它就长不好。因为它的花呢凋谢的比较快，它的花盛开了以后呢，要不了几天就会凋谢了。所以呢，它需要不断的施肥，让它不断的结花苞，不断的开花，这样呢，这盆花养起来呢才有意思。这个飘香藤呢，可以种在盆里，也可以种在地上。只不过冬天呢，在多伦多这个地段，它难以过冬，第2年呢就不一定能发出来了。所以冬天呢，想把它保护好呢，可能呢只能是把它放回室内了。那我呢会做一些尝试，在户外保护一下试试看。争取呢能让它第2年再萌动出来，因为这个花实在是太漂亮了，品种又那么多，所以呢就让我非常想去尝试一下。这个呢是它的常用的花肥，我呢有一包这个花肥呢，专门是给那些比较野的花用的。就是其实呢，现在很多野花都当做家花来养了。那就是说呢，它原来呢，是野花，而且呢，野性比较大的这些花呢，就用这个花肥特别好。加拿大的花肥是分类很多的，有些花肥它会注明就是适合野花。那这盆花呢，实际上飘香藤呢，确实野性很大。它非常喜欢户外的环境，所以用了这种花肥以后呢，它长势极佳，一场雨后呢冒出来10几个花苞。那我就把它介绍给大家。如果你也有这种花，或者说你想马上去买一盆这个花呢，你就知道怎么去养护它了。好，谢谢大家的观看，欢迎订阅、分享与点赞，我们下期再见。